排队6小时，看病6分钟，老百姓一边遭遇看病难，一边遭遇看病贵。可医院不仅不赚钱，反倒多家亏损过亿，面临破产。问题出在哪？2023年，全国最大的民营妇产医院爆雷了。从1月开始就宣布因经营不善要搬家，到3月就通知不能正常接诊，4月就传出产妇还插着尿管被要求转院。很显然，这家医院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。从2019年开始，医院就出现了拖欠房租的问题，还遭到地产公司起诉，后面甚至出现拖欠工资、断供社保的情况。一家大型医院就这样轰然倒塌，让人不免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好奇，医疗不是暴利行业吗？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早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，就有不少医院亏损倒闭。如果只是生育率低才导致妇产医院穷途末路，那其他医院就真的解释不通。其中还包括很多公立医院，例如四川乐山市第4人民医院，到2021年6月27日开始就正式关闭。根据国家卫健委消息，2020年全国约40%的2级医院出现亏损，其中还有 7.51% 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%， 有的医院甚至负债过亿。不过问题是，这些医院为何会倒闭亏损？在我们的认知里，医院是最不可能也最不容易倒闭的企业，不仅人满为患，看病还贵到离谱。随便做个检查，几千块钱就像流水一样进入医院，要是进一次 ICU， 收费更是吓人，一天可能就面临上万的医疗费，让人直接不敢生病。而且预约专家看诊一号难求，还要不停排队做检查，排队有时候一天都办不完医生交代的检查项目。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的医疗费，怎么可能赚不到钱？难道其中有什么猫腻？首先，医疗费大多进入了外国人的腰包，因为我国的高端设备 90% 依赖进口，甚至有的医院光进口设备每年就要花费过亿。例如我们常见的核磁共振、CT、超声心电图等，都是医院必不可少的医疗设备，同样需要进口，并且不管是护理、维修还是日常损耗，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现代医疗设备能够让医疗变得更安全、更有效，同时还能提高治愈率。医院和患者都离不开，包括药物这块，很多特效药都集结了科学家多年的心血，想要自主研制难度很高，加上患者需要，医院同样只能进口。而百姓还有看病福利，能够报销医保，相对来说压力会减轻很多。医院这边却要承担很多。其次，这里不光指的是医疗、场地、人工成本，还包含水电和耗材。就拿水电来说，一家大型医院一天的人流量在1万左右，那么一天就会用掉几十万度电。医院的医疗设备都十分耗电，有的手术室还要保持无菌环境，设备也要不断运作，那么就会消耗大量水电。包括耗材这块，棉签、纱布、消毒水、酒精等，看似平平无奇的小东西，每天接收那么多病人，用掉那么大，自然也占了很大比例。除此之外，医院的医生、护士、专家都不是免费帮医院看病，都是要收工资的，而且有些医疗技术超高的医生可是重金难求。所以综合各种因素，才让医院哪怕有很多病人，却不得不面临亏损。尤其是在疫情或传染病爆发的情况，这种现象会更为严重。